不然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实在是有点太热了。OK， 又回到今天的快报，我们今天又有几个不好的消息，那我们就直接来讲吧。那第一就是 iPhone 12 Pro 会有120赫兹的萤幕，但是你用不到。然后再来就是电池尺寸变小，但是还要让你有反向无线充电。然后还有4G 版本会先上市，但是5G 版本要等到10月。好，那下一个就是苹果眼镜可能会把任何平面变成触控萤幕。然后再来就是在 Big Sur 上面找到 Face ID Mac 的踪影，就是以后的 Mac 都会有 Face ID。OK， 那我们就先来讲 iPhone 12 Pro。OK， 他说 iPhone 12 Pro 目前的制造的消息，硬体里面会有120赫兹的萤幕，可是苹果会用系统把这个功能关掉，就是代表你没有办法使用。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现在认为最不好的情况，就是说它成本已经算在里面，120赫兹的这个 Promotion 萤幕的成本放在 iPhone 12 Pro 里面，但是因为电池量的不足，它必须要把这个功能关掉。可是当然，我觉得没有到最后出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再来，我们就是在讲电池的尺寸啊，5.4寸的话是2227毫安时，然后6.1寸的12 Max 跟12 Pro 是2775毫安时，然后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尺寸是2815毫安时，所以这两个会是其中一个，然后6.7寸的会是3687毫安时。那这个基本上跟先前的比较起来，就是11 Pro Max 比较起来的话，那我们把5.4寸的排除，就讲6.1寸跟6.4寸的尺寸都小了将近10%。那有一个说法是说12 Pro 会是两个2227毫安时的电池叠在一起。可是以先前电池容量流出来的先例来讲，流出来的电池容量都有配上一个他们产品型号。那这个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单一个电池配一个型号，所以当然我希望会是那样。可是以先前的先例流出来的话，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先为这个不好的消息、最坏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就是电池的容量可能会缩小。电池续航力的部分，我们就只能祈祷看5奈米的 A14 晶片是不是可以真的达到省效，然后可以去弥补这个续航力。好，那另外消息就是说，他们在一个组件的供应商里面有提供出来，苹果会提供反向无线充电。那反向无线充电就是代表现在背后这边只能单向，那用这个无线充电来充你的 iPhone， 那再来就会反过来，你也可以用你的 iPhone 去充另外一个装置，可能是另一只 iPhone 或是 AirPods Pro 或是 AirPods。第一先讲说苹果会不会还包含这个功能，我觉得可能性是稍微小一点啦。如果电池量已经不够，那因为这样要去缩减掉120赫兹的萤幕。可是这个功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就代表你在充你的 iPhone 的时候，你萤幕向下，然后你反过来上面可以充你的 AirPods 或者是第二只 iPhone。那实际使用上还是有方便性在，因为其实现在在其他的 Android 的电话也有这样的功能。但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去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两个装置在同时充的时候，一个在充电，那你可能相对就是要用功率比较大的充电器来充电，那另外一个是用无线充电来充另一个装置的时候，那它的热度会造成电池多大的伤害。当然就是看你看事情的角度，有人说电池就是消耗品，坏了就再换一颗，可是像是 AirPods Pro 的电池是不能换的，除非你有买 Apple Care， 不然电池续航力差了你就只能换一台。然后先前有讲到就是说会分成4G 版本跟5G 版本，他们是说9月发表，那可能会最接近发表会上市的版本会先是只有4G 的版本，那它的价格就是会偏低，像我们先前流出来的大概650到$700之间的起价，那5G 的版本就要等到10月之后才会推出来，然后价格当然就会又向上推了一点，因为这个其实我不希望看到的。可是如果你看现在有提供5G 版本的其他的厂商，产品线就分成2个不同的层级，这样可以让客户自己去做选择。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苹果眼镜的消息。那现在有一个专利流出来，就是苹果在研发把任何的墙面、平面或是桌面变成触控萤幕。那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外面就对着墙壁在戳啊，对着桌面在戳，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看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迟早会习惯。苹果要怎么做到这一点？从专利上看来是会使用到热能感应器搭配 LiDAR。那 LiDAR 的部分就会先扫描这个桌面或是平面，那感测它的距离，然后去设定一个你需要触控的平面。然后热能感应器就是用人体温度跟一个平面桌面温度的差距来判断你要触控的地方。那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触控的感觉能多精准的。如果是用热能感应器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在一个概念的部分。第一代的苹果产品推出来，它一定是会一个比较实验性还要辅助性的产品，我们可能不会看到那么包罗万象的功能在一个第一代的产品里面。好，那我们再来就讲 Face ID 将在 Mac 上面也成为标配。那大家就准备好以后所有的 Mac 都有刘海了吗？没有啦，应该就会像 iPad Pro 那样，其实它萤幕是够大。在 Big Sur 里面的测试版本的程式码里面找到 Face ID 的踪影在里面。其实
Face ID 在 Mac 上面提供也是非常合理啦。我个人觉得在使用上会比 iPhone 还有 iPad Pro 上面更为合理，因为你的荧幕基本上就是随时面对着你的脸，所以我觉得 Face ID 搭配将来所有的 Mac 产品线是非常合理的。那唯一就是 Mac Mini 和 Mac Pro 可能就要依赖其他在生态链里面的产品，像现在可以用Apple Watch 来解锁，那再来可能也可以用你电话的 Face ID 来进行任何的解锁。那我个人觉得 iMac 上是非常合理，像我个人是会把相机镜头贴起来的人，那这个方面可能就会有点不太方便。好，那今天就是很快的补充一下新出来的新闻，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还有其他想要讨论的部分，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